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以色列美角的頻道。我們在特拉維夫。那在上個月打仗的時候，大家可能看過很多的新聞，就說特拉維夫已經就是被炸得怎麼樣啦，然後人都走啦。所以這一節影片是終於可以來帶大家看一下特拉維夫現在的現況。今天的日期是2026年的5月17號。那這就是特拉維夫火車站的樣子。這些貼的貼紙都是陣亡士兵，他們用這種方式來紀念他們所愛的人。然後跟耶路撒冷不一樣的是，特拉維夫就還是有很多這種高樓大廈。你看，像這棟看起來是正在蓋，都還沒有蓋好，還會再往上蓋。然後這個也是還在繼續往上蓋。那這是火車站出來連接的 mall， 叫做Azrieli。那這是週間的人潮，今天是工作日啦。那現在已經是早上10點多，所以該上班的人應該在上班啦。士兵喝果汁，在這裡背着大背包的女士兵，還有買水果的士兵在這裡，然後推着娃娃車的媽媽們，逛街的女士兵們。我們今天住的旅館在那邊，然後明天我要去辦事處做一些事情在這邊，真的超方便，而且我這次用點數換就很划算。好，那我們現在就要去人質廣場，現在已經改名了。那在特拉維夫呢，你在車站，在很多的角落都會看到這樣子的貼紙。像這裡除了他們紀念士兵以外，也有紀念在10月7號的受害者。去年10月的時候，剩下的48個人質終於回來，然後10月7號這場戰爭就算是一個落幕，暫時的落幕。那這是我們第一次回到人質廣場，給大家看人質廣場現在的樣子。當初他們在這裡放人質廣場，就是因為它旁邊就是以色列 IDF 的總部，然後是特拉維夫唯一的政府機構。因為特拉維夫不是首都，耶路撒冷才是首都。那这些民眾就在這裡的廣場放一些呼籲人質懷的東西，就是希望政府能夠有所行動，所以就是一個地標啦。那我們等一下看到的就會是大家以後如果來的話看到的樣子。那剛剛我們在火車站那邊不是看到有一個在蓋的嗎？就是這個一個旋轉的，它應該也是一個高級的旅館。那這個是旅館嘛，然後這個應該也是旅館，這邊就是蠻多旅館的。然後前面這一棟也在蓋。那跟大家講一下，2023年打仗那個時候，一個舍克勒就是以色列的貨幣，對台幣是8.3塊左右，然後有一度掉到8，那現在是10.8。所以以色列的經濟沒有因為打仗然後變爛，反而是變更強。然後如果大家來以色列旅遊的話，現在的成本會比之前還要高。所以對當地人來講，他的物價沒有變貴，然後他去別的國家玩還變便宜。但是對我们外面來的人呢，就會覺得以色列變貴了。那人質廣場就在前面那個大樓那邊。我在打仗之前呢，就有來過這個地方，然後有看過這一些那個鐵絲網，然後我完全沒有想說它為什麼會有鐵絲網。那現在就知道嘛，因為它是政府機關 IDF 的機關。好，就是這裡了，過去的人質廣場，現在呢就恢復成基本上是原來的樣子啦。它本來這裡有一個很大的時間倒數的一個板子，說已經過了幾百天啊、700天啊、800天這樣。然後呢，之前這裡有一些人質的海報，它現在都拿掉了。但是呢，你們可以看得到，就是鋼琴上面還是有一些人質的東西。然後這裡有貼一個便條紙，上面寫2023年10月7號。然後這裡還有一個哈馬斯隧道的一個給大家看的一個模型。然後他這裡放了一個回來的人質，然後跟他小孩相遇的一個畫面。他是一個爸爸，他是最後回來的那一批人質之一。那這是之前倒數時候用的漏斗。
然後這個就是 IDF 它的這個司令部的門口，就在這邊，所以當時就在這裡有很多的活動啊、唱歌啊、講座啊，都辦在這裡。那這個隧道目前應該也還是可以進去啦。那個時候，以色列200多個平民的人質哦，包含小孩，就被綁架到加沙去，然後被哈馬斯綁架在地下隧道裡面，然後也有加沙的平民，就是協助藏匿這一些以色列的人質。那我們現在帶大家去 Dizengoff Square， 因為在人質還沒有被釋放的時候，那邊有很多就是裝置的藝術啊，人質的海報。我們經過一個幼稚園，然後它沒有很可愛的一個溜滑梯。特拉維夫給我的印象就是這樣，有很高的樹，然後街道就這樣小小的，只能通1-2輛車。那給大家看一下特拉維夫的物價。我們現在下了公車，在去 Dizengoff Square 的路上呢，經過這個網紅推薦的漢堡店，所以就來點一份漢堡來吃。那一份漢堡呢要63塊，等於台幣大概要700塊，沒有包含薯條或飲料哦。然後是在這樣子的小店，如果不好吃我就不推薦了。但是我剛剛看還蠻大一份的。他們吃了覺得好像還可以哦。它是薄薄肉去炒，所以真的蠻好吃的。這家 OK， 沒有想到這麼好吃。然後漢堡店旁邊是這個修改衣服的店，我們已經看到它每10分鐘就有新的客人，又一個客人做好了。好了，我們吃完了，現在要去 Dizengoff Square。特拉維夫就是有很多這種小吃店，像這樣子也可以開一個小小的咖啡店，好香哦。像這種就是特拉維夫式的包豪斯建築，就是白色，然後很簡單的線條。這個家裡樓下也是一個工作室，應該是剪頭髮的地方。這裡也是剪頭髮的地方。放在路邊這種，就是讓路人可以拿他們家不要的東西。我在以色列到目前為止撿過烤吐司機，還有一張床。在特拉維夫要找到停車位也是很難的，所以你看這麼小的路，它還可以2側都停車。這一區都是比較舊的建築，都應該有100年了，就是以色列建國之前就有的第一批建築。所以呢，雖然看起來外表比較破舊，但是這裡的房價是很貴的，這是黃金地段，所以才會走幾步路就有餐廳啊、咖啡廳啊。那這裡就是 Dizengoff Square， 這裡有那個噴泉，等於說是特拉維夫的地標啦。那我們來看看現在是什麼樣子。以色列也有 Lululemon 這個牌子，然後這邊是商店啊。那你們看到這些啊，都是典型的包豪斯建築。然後圓環基本上是蠻不適合，就是有很高的交通量的地方嘛。但是呢，他們之前就有說把这個改掉，民眾就抗議就不要，因為這是地標嘛，所以後來就還是保留。那這也是為什麼想帶大家來看 Dizengoff， 因為大家就是特意挑在這種重要的地方來紀念他們所愛的人。那跟大家講哦，綠色這個是行人的紅綠燈，啊，這個紅色的是腳踏車的紅綠燈。那我們如果可以直接這樣走的話是最好，但是他餐廳把那個椅子都排到人行道上，所以就只好走這裡。那這一些人呢，就跟火車站啊，還有剛才在路上一樣，就是在10月7號受難的人。那我蠻驚訝，就是他們沒有拿走这些東西，就繼續放在這裡。你看，年輕的女士兵在10月7號的時候受害，這些都是愛他們的家人放在這裡的，不一樣的人。這已經放了2年多，所以照片就有點褪色。所以如果大家之後有來特拉維夫的話，我覺得需要來 Dizengoff 這邊來看一下。那之前的影片我也有就是拍到，就是以色列他們在這裡放流血的泰迪熊，就是那個時候人質包含小孩都還沒有回来，所以那個時候在這邊特拉維夫人就是做了很多的这種裝置藝術的東西，因為他們人與人之間彼此的連結是很近的，大家都有認識的人是被抓去的啊，或者是陣亡的，所以用這種方式其實對家人來講是
彼此打氣、彼此療癒的一個很重要的方式。然後以色列人呢，即便是在这種哀傷之中，他們還是找得到活下去的勇氣，因為對他們來說，我們愛的人死了，我們要帶着他們活在世界上的這種力量，更加努力的活下去。這是10月7號的樣子嘛？但是現在在的北方黎巴嫩那邊都還有繼續在打仗。我今天早上看的新聞，才有一個人也陣亡了。所以對於他們來講，戰爭其實還是持續當中。但是你可以看到，大家還是養狗、遛狗啊，買菜啊，坐着聊天啊，遛小孩啊，生活還是必須繼續。然後看到外國人還是要聊天一下。那這條街呢，就是 Dizengoff 大街。然後呢，Dizengoff 就是那個特拉維夫的第一個市長的名字。然後整條街都是餐廳啊、小店啊，超好逛的。那我們現在要去一家餐廳，是我在網絡上看到評分超高的。剛剛牛肉漢堡是某一個人臨時起意，那個不是我本來要去的，但也不錯啦。以色列的蘋果店，小小的，然後它這種大道中間就很流行開一個咖啡店啊或果汁店這樣，然後大家就用公園的樹。好了，到了 Quetta 這條街啊，是本古里安大道，就是以色列的第一任總理。怎麼这麼可愛？就是他們很流行，就是兒童餐的菜單跟玩具是放在一起的。這是一個 octopus。這家餐廳真的不錯，可以推薦。剛剛隔壁桌的跟我們聊天，然後這一桌的呢在跟Joshua玩。以色列人真的對小孩超友善。那這個是我剛剛吃完的螃蟹，它跟這個麵是一起來的。然後他們還很貼心的給那個檸檬和水。之前我們去雅法那邊阿拉伯餐廳，也是海鮮店，是螃蟹，然後跟他要，他就說啊什麼東西，然後跟他解釋以後還是沒有給我們。這家真的是很專業，馬上自己就給我們。好，真的是推薦大家來這家餐廳。隔壁桌的客人說他們來好幾年了，真的很推薦。台灣，他去過台灣，他說他超愛台灣的，很害羞。我真的覺得越來越多以色列人知道台灣是什麼，然後知道我是台灣人的时候就很激動。像是前幾天在耶路撒冷日，然後就有人說，我看你就像台灣人。然後這個女生也是，她知道我是台灣人，然後就說台灣真的很棒，我已經就是決定要趕快再回台灣。她是用回台灣，以色列人，Go back to Taiwan。我問他喜歡台灣的什麼，他說台灣人太好了，然後還有風景很好，食物很好。因為在以色列男生女生都要當兵嘛，那他們就是當完兵完，因為當兵的時候其實是很壓抑的。你看你18歲青春年華的時間，你給了你的國家，然後男生3年，女生2年。當完兵以後，在高壓一個解除的狀態，他們就會需要放鬆，然後就會去世界各地旅行。那台灣啊，已經成為他們去亞洲必去的一個站。沒有啦，必去是我講的，但是越來越多以色列人想要去台灣，所以這個女生她就是去了泰國，然後越南，然後台灣，然後印度，沒有去新加坡，新加坡太貴了啦。我們在這家餐廳真的是有太愉快的經驗了。然後馬路這邊啊，你可以看到有人放花。那剛剛那個他不是10月7號的受害者，他是2023年3月那個時候，我有看到新聞，就是在這裡有一個恐攻。那這個人他就是剛好經過，他要去婚禮，然後就被恐怖分子殺害，所以在這裡就大家紀念他。那他的器官後來就捐贈給有需要的人。那剛剛的午餐呢，是總共，因為我們有點有酒精的飲料，所以又比較貴。沒有點的話，大概220塊，等於台幣2300塊可以吃到。那我們的話，剛才就是付了大概300塊shekels，等於台幣3200塊這樣。但可能就是剛才的整體氣氛啊、裝潢啊、服務啊、食物啊，然後還有因為是商業午餐，它的那個主菜沒有特價，但是你點主菜的話，開胃菜就會等於半價，然後飲料就8折，所以我覺得就是以價格來說，午餐還算划算。那我們現在搭公車呢，就是去我們
特拉維夫最喜歡的一個角落，就是特拉維夫的舊海港。然後再給大家看一下目前的氣氛，其實就是蠻正常的啦。那目前是還在停火當中，今天是剛剛有說5月17號，我們不知道停火會停多久，然後也不知道大家什麼時候会看到這個影片。但基本上就是，即便是在打仗的這個狀態下，我看其他的那種網紅 influencers 他們的特拉維夫都其實差不多就是這樣，跟打仗之前現在都是差不多的，所以就是給大家参考啦。就是有人說什麼特拉維夫的城市已經毀啦，然後已经變成空城啦。然後基本上如果说它當時變成空城，不可能說1個月後、2個月後，然後大家看到氣氛是這個樣子，然後還會有人就是很高興的說我超愛台灣的，然後路人開開心心的跟我們家小孩玩。那如果是那樣子的話，像新聞說的那樣子的话，在我的影片裡面的人，難道都是演員嗎？不可能啊！他們其實就是很正常在這裡生活的居民，然後用一種很了不起的生命韌性來面對他們住在這個國家的每一場戰爭、每一天的日子。那順帶一提呢，明天就是我們家寶寶的1歲生日哦，耶！所以我們來特拉維夫就是特地給他慶生。這個藍色衣服的是看不到的盲人，剛剛就問大家，這是幾號公車？然後以色列人超喜歡幫助別人，他們就剛剛就出現一種搶答題的那種狀況，大家都要告訴他 Hamish 5號。這是路上的人跟路上的店，因為我們已經上公車了，可以坐着逛街。好啦，我們到了，這裡是可以玩水的地方，前面是大海。這裡還有一個唱片機。那在我的書裡面，我有講過一首歌，是在10月7號發生過後，我在陽台聽到我們家樓下鄰居的電視機傳出來的一首歌，叫做《Ve'ishe Amda》。翻譯起來的意思就是之前站立在我們祖先前面的，如今也是照樣發生在我們身上。摧毀我們的不是只是個人而已，而是每個世代都有站起來要摧毀我們的。但是拯救我們的那個聖者，我們稱頌他，他從這些要摧毀我們的人的手中拯救了我們。那這首歌就是在10月8號以後就一直在播放。那我覺得這就是以色列這個民族的精神。他們有很多的患難，有很多的攻擊，但是他们還是稱頌神是那位拯救他們的神。那對這個民族來說，被逼迫或者是死亡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或者是以前發生的事，它是一直到今天都還是不斷的上演的事。所以這個民族很了不起的是，即便有這樣子的代價，即便可能會發生這樣的事，他們還是選擇要留在應許之地。那這個是特拉維夫他們的市政府托兒所，然後今天他有那個七七節，就是五旬節的活動，4點開始。那我就會放到下一個影片再跟大家分享，大家記得看哦。那今天呢，影片就先到這裡了，大家拜拜。那我有幫大家整理一份以色列人民與現代歷史關鍵指南，連結就在資訊欄。從 Dizengoff 到本古里安，這裡每一條街每一個名字背後都是一段活生生的現代歷史，希望能讓大家未來踏上這塊土地的時候有更深的感動哦。